把毒蝎子掐头去尾和行走菇的脚一起炖汤，再把史莱姆清洗晒干下面条，一餐绝赞的异世界魔物料理就大功告成了。见过在异世界吃魔物的，但还是第一次见到吃魔物吃成专家的。这就是1月备受期待的霸权新番迷宫饭。莱欧斯和自己的队友们讨伐魔物失利，在和魔物激斗期间，满脑子都是肚子好饿。结果正发呆的时候，魔物就张开血盆大口咬了过来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妹妹将他推开，自己却被那头龙给吞了下去。用尽最后的力气，将莱欧斯他们转移到了迷宫外面。苏醒过来的莱欧斯看到另一位队友马路希尔跑来找自己，说在哪里都没有找到法林。莱欧斯面色有些难过的告诉他，法林被龙吃了，不过没关系，他们现在就可以回去救他。然而另一个队友切尔扎克又带回了一堆坏消息，他们剩下2个队友都辞职跳槽了，行李也全都落在了迷宫里，现在可谓是身无分文。等他们赚到钱雇到新队友，法林说不定都已经被消化了。但是莱欧斯听说过有人被剁成馅儿了还能复活，或许妹妹也能从便便里被变回来呢。说着说着，马路希尔的肚子就不争气地叫了起来，毕竟他们这次是因为饿肚子才失败的。3个人就决定先去吃顿饭。然而到了街上，莱欧斯又突然改变了主意，他让马路希尔和切尔扎克先退出队伍，然后卖掉装备，供自己一个人下迷宫救人。马路希尔和切尔扎克怎么可能放任他一个人冒险，2人都非得跟着他一起去。本来以为莱欧斯会感激涕零，结果这小子满脸羞涩的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，他们现在手里没钱，那就只能靠着迷宫自给自足了。反正迷宫里那么多魔物，随便找点来吃，他们都不用担心食物问题。马路希尔说什么都不愿意吃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就在他和莱欧斯争执的时候，就看到一只走路菇正追着一群人冲过来，马路希尔一棒敲上去，坐收渔人之利。莱欧斯也大喜过望，可以，今天中午就吃这个了。他可是熟读迷宫美食指南的男人，早就等着这一刻了。书上说走路菇是非常适合新手的食材，肉质肥厚，还没有异味。突然他又听见了蝎子爬行的声音，立刻追了上去，轻而易举地抓到了一只毒蝎子。最后他们带着战利品来到了一处冒险者聚集的地方。事到如今，莱欧斯才坦诚地告诉队友们，其实自己一直都对魔物非常感兴趣，当然救妹妹也是很重要的。他们架了一个简易的灶，把锅放了上去。莱欧斯将走路菇切成片放进煮开的水里，又将蝎子整个丢了进去。煮完后咬了一口尾巴，当场大吐特吐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书上不是这么写的呀。这时一位路过的矮人美食家拯救了他们的蝎肉火锅，掏出菜刀，非常熟练地对蝎子进行了解体。首先砍掉钳子、头、脚和尾巴，再在蝎子上打几下花刀，这样更容易熟，还能煮出鲜味。再将蝎壳下面的内脏掏掉，蝎子就处理完毕了。而走路菇的屁股和外皮是不能吃的，只有脚上的肉最好吃。矮人还嫌他们的锅太小，又掏出了自己的大铁锅，将食材全部放进去后，觉得有些单调，又去旁边割点植物过来。蝎子和走路菇也就算了，马路希尔是绝不可能吃这些在墓地里扎根的植物的。就在和矮人争执期间，一坨史莱姆掉到了他的头上，瞬间就被史莱姆裹住，无法喘气。矮人上前一刀就将史莱姆划开，因为他非常清楚这玩意儿的身体构造，基本上就是将整个胃翻过来，用消化液包住内脏和头，会感知人类呼出的气体扑向目标，所以大喊大叫的时候容易被它攻击。当然现在的史莱姆还不能直接吃，矮人将史莱姆放进锅里，加入柑橘类果汁，用热水将它清洗干净。接下来只要擦干上面的水分，或是用盐腌渍再晒干，就是一种高级食材了。说着他还掏出了一个自制的便携式史莱姆晒网，不过现在他们等不了那么久，直接吃他之前晒好的就行。矮人将史莱姆细细切成丝儿，又把其他奇奇怪怪的食材一并放入了汤里，最后甚至还调了下味儿。再掀开锅盖时，一股浓郁的鲜味扑鼻而来，大蝎子与走路菇的清汤火锅就大功告成。矮人给他们各盛了一碗，莱欧斯先夹了一块蝎肉，入口鲜香嫩滑，简直比小龙虾还要好吃。看他们吃的那么开心，马路希尔也有点绷不住了，冲矮人伸手，给我也来一碗。史莱姆内脏做的面条居然是这个味道， Q 弹软滑，入口即化，还充分进入了蝎肉火锅的鲜香，让原本排斥的马路希尔都欲罢不能。而刚刚被他嫌弃的苔藓也软软的，好好吃。
大家吃饱喝足后，互相做了个自我介绍。矮人名叫森西，在这个迷宫里已经待了10年。得知莱欧斯他们要去下层从炎龙那里救妹妹，森西顿时有些激动，他早就想尝尝龙的味道了，当即请求和莱欧斯他们一起去，同时开始纠结是要把那头炎龙做成经典的烤肉排呢，还是剁成馅做肉饼呢？等等，涮肉好像也不错。众人就这样各怀心思，继续深入迷宫。从第2层开始，景色就不太常见了。这里是沉睡于地下深处的黄金城的尖塔部分，周围全是高耸入云的大树。走了这么久，大家的肚子也开始饿了。莱欧斯就打算去打些魔物作为晚饭吃，问马路希尔想吃点啥。这里有大蝙蝠、大老鼠、哥布林，全都任君挑选哦。可是马路希尔只想吃点正常的食物。森西的话拯救了他，表示这个季节树果和水果遍地都是，比如食人树的果子呀。不过这些植物都会攻击人，他们很难靠近。马路希尔叹了口气，让他们让开，准备用魔法一口气把植物全解决了。刚挥起魔杖，就被森西开口制止。然而已经晚了，他居然被食人花花心射出的触手进行了捆绑 play， 被倒吊着晃来晃去，又撞到了另一个花骨朵上。花骨朵立刻吐出了一具尸体，好在莱欧斯一剑斩断那棵植物的根部，马路希尔也随之被解开束缚。本来以为队友会过来关心几句，结果莱欧斯居然问起了他的心得，然后喋喋不休地介绍起了这种植物银尾草，能在生物皮下植入种子的捕食寄生型植物。据说它的藤蔓力度会维持着一种跑不了又不至于不适的平衡，感觉应该会挺舒服的。莱欧斯说这话的时候还面露向往之色，马路希尔满脸嫌弃地盯着他看，没想到你小子好这口啊。他们摘了一些果子拿回去交给森西，森西先把果子稍微蒸了一下，然后沿着果蒂切一道圆口，扭一扭拉出来，就轻松去掉了果核，把削下的果皮倒平垫在平底锅里，剩下没熟的果子捣成果泥，再加入史莱姆和一点点鲜肉汤搅拌搅拌，等汁液变得嫩滑以后，倒入剩下的鲜肉汤和切碎的果子，搅拌一下就可以倒进铺了果皮的平底锅，加热片刻后，汁液表面就会鼓起小泡，这时候再放上剩下的果子继续加热，最后撒点黑胡椒粒就可以出锅了。连最挑剔的马路希尔都赞不绝口。不同的果子有不同的口感，养料型的水分充足，消化型的味道浓郁。听到马路希尔进行了这么专业的评价，莱欧斯甚为欣慰。接着他们将那具尸体吊到了显眼的地方，以便让其他人发现，然后找了个树洞休息。当天晚上，马路希尔就做了个噩梦，梦到妈妈为自己准备的生日料理全都是用的魔物食材。从噩梦中惊醒后，闻到了一股熟悉的香味儿，发现是隔壁的冒险小队在吃肉夹馍。马路希尔羡慕不已，森西却感慨，这吃的也太差了吧，现在的冒险者天天就只吃一些面包干和葡萄酒，靠这些探索迷宫可是会营养不足的。既然马路希尔想吃肉，那今天他们就去狩猎一些脂肪丰富的魔物，最好还能找到点蛋。莱欧斯瞬间 get 到了森西的意思，没错，他们这次的目标是蛇之王蛇尾鸡。这种魔物的躯干是鸡，尾巴是蛇，而莱欧斯对这些魔物如数家珍，一不小心又露出了向往的神情，还说他的梦想就是对比一下蛇尾鸡和鸡尾蛇的味道。很快他们就找到了蛇尾鸡的巢穴，没想到运气这么好，还发现了几枚蛋。结果刚一人拿了一颗，蛇尾鸡就追着几个冒险者回来了。莱欧斯他们3个人立刻躲进了旁边的草丛里，只有马路希尔傻愣愣的拿着蛋不知道跑。蛇尾鸡看到蛋在他手里，立刻转换目标，看到自己的队友被追得那么狼狈，莱欧斯居然还有心思评价马路希尔的逃跑方式太差劲。不过在马路希尔摔倒的时候，他立刻跳了出去，展开手脚对蛇尾鸡进行了威吓，居然还真吓得对方暂时不敢靠近。而森西则去了另一边，和莱欧斯同时吸引鸡头和蛇头的注意，2个脑袋下达的不同指令让身体陷入了混乱。趁着这个机会，他们同时出手，挥刀砍下了蛇尾鸡的2个头。但刚刚被追的冒险者中了毒，森西就告诉他们自己手里有解毒草，可那是他打算做汤用的，单独吃解毒草肯定不如做成菜好吃呀。于是他们就开始先做菜了，这可是迷宫里的顶级食材。首先将蛇尾鸡断尾去爪，过一下热水再拔毛，这样看来就跟普通鸡肉几乎没什么区别了。掏出内脏，抹上香辛料后，
再把蔬菜和切碎的香草塞进腹中，缝合开口，放在架子上小火慢烤。等到外皮变得焦香酥脆，散发出阵阵诱人的油香后，烤蛇尾鸡就大功告成了。马路希尔赶紧挖了勺鸡肉喂给中毒的冒险者，冒险者给出了8个字的评价：肉质饱满，非常好吃。马路希尔本来是打算先给这个冒险者上个恢复魔法的，结果看到森西递过来一个大鸡腿，瞬间就走不动道了。总之，先吃饭再说。一群人吃饱喝足，爽的不行。那位中毒的冒险者也已经完全恢复，就向莱欧斯他们请教该如何才能变得像他们一样强，强到可以把魔物当食材吃呢？森西立即回答：第一，改善饮食习惯；第二，调整生活规律；第三，进行适当运动。只要遵守这3点，自然能培养出强健身体。冒险者牢记心中，双方也就此分别。这个迷宫是越往下路越不好走，马路希尔尤其吃不消，他就觉得自己拖了队伍的后腿，总是想尽力弥补。听到森西说需要一些曼德拉草，立刻举手表示自己知道曼德拉草的采集方法。曼德拉草是魔法和草药学的基础物品，在魔法这方面，马路希尔才是专业的。曼德拉草被从土里拔出来的时候会发出哀嚎，这种哀嚎会致人陷入精神异常，甚至可能死亡。所以想要采集，首先要准备好绳子和经过训练的狗，把狗的项圈绑在曼德拉草上，走出一段距离后再喊狗过来，这样狗就会把曼德拉草拔出来了。当然狗也活不了了，这都是教科书上给的方法。在迷宫里他们去哪儿找经过训练的狗啊？马路希尔被问住了。而在莱欧斯和切尔扎克忙着举一反三的时候，森西伸手就拔出了一颗曼德拉草，一声凄厉的尖叫响彻云霄。但那并不是曼德拉草的，而是马路希尔的。森西告诉他们，在曼德拉草喊出来之前，把头砍掉就不会出声了。果然，在迷宫里，实践经验就是比理论知识好用得多。可这样下去，马路希尔就会变得越来越没用了。他决定亲自证明教科书上说的才是对的。既然这里没有狗，那就用大蝙蝠代替。虽然大蝙蝠成功拔出了曼德拉草，然而尖利的嚎叫声也让大蝙蝠陷入了精神错乱，居然朝马路希尔扑了过来。好在最后大蝙蝠没对马路希尔造成什么伤害，不过听到曼德拉草叫声的马路希尔也陷入了精神错乱，这会儿呆愣愣的，大脑根本无法思考。莱欧斯问什么他就诚实回答，说出了自己最近因为被说碍事而焦躁不安的事情。但其实莱欧斯只是想让他把魔力保留到下层，让他只负责他擅长的事情，不擅长的就交给其他擅长的人来解决。切尔扎克也为自己当时说的那句话而道歉。总之大家还是把话说开了。森西也准备大干一场，为他们做个蛋包饭吃吃，把曼德拉草切丁后炒熟，用加热的蛋液将其包裹起来。蛇尾鸡蛋包曼德拉炒饭就大功告成。森西还特地做了2份不一样的，一份用的是没头的曼德拉草，另一份用的是马路希尔采摘的完整的曼德拉草。莱欧斯和切尔扎克都不约而同地表示，马路希尔的那一份更加好吃，完全没有曼德拉草的涩味。应该是哀嚎的行为让曼德拉草排出了杂质。森西恍然大悟，一直以来他都过于追求效率，却忘了增加一些工序能让味道更好才是烹饪的常识。所以为了感谢马路希尔，他特意把最好吃的头部留给了他。马路希尔内心 OS： 这感谢不要也罢。为了减短路程，他们找到了一条捷径，由擅长开锁和各种陷阱的切尔扎克找到了入口，在这里就是切尔扎克的领域了。他让其他人必须听自己的指挥行动，大家就跟着切尔扎克前进，看他小心地确认陷阱，为他们找出能走的道路。结果最后森西还是踩偏了一脚，突然从地面上钻出来的尖棍差点捅死切尔扎克。切尔扎克就叽叽喳喳地教训森西，没想到森西来劲儿了，故意踩错误的地方，把所有的陷阱都触发了。当然最后无人受伤。森西还盯着面前的熊熊烈火思索中午吃啥。听到切尔扎克说火陷阱的旁边多半有装油或者燃料的装置，森西立刻就做出了决定，今天中午就吃什锦天妇罗了。然后问切尔扎克他说的那个装油的装置在哪里。切尔扎克没办法，只能带他们过去。一番操作后，一股滚烫的热油喷了出来，森西居然直接拿手试温度，180度，刚好最适合油炸，而且尝下味道还是橄榄油。森西就利用切尔扎克和他的陷阱知识，开始处理起了食材。比如那个吊炸刀的陷阱可以用来切肉，
刚才的火陷阱可以用来热油，将油交给切尔扎克后，森西开始对切好的大蝙蝠肉去皮切块，轻轻划上几刀，用调料腌入味儿。在腌制期间，把曼德拉草、什锦、天妇罗的材料备好。曼德拉草要先把手脚拆掉，再削皮，躯干必须削干净。手脚部分只需要轻轻刮掉深色部位即可。面衣则是蛇尾鸡的蛋加水和一些小麦粉，等火候恰到好处，就可以开始油炸了。森西把这个工作交给了切尔扎克，提醒他记得翻面。经历了一番波折之后，曼德拉草、什锦与大蝙蝠天妇罗就大功告成了。因为火候正好，炸出来的天妇罗金黄酥脆，搞得森西都舍不得和他们分开了。不然从哪儿搞到切尔扎克这种控制陷阱的天才呀？听到森西这么说，切尔扎克只能有些无奈地表示，自己有空会教给他一些陷阱知识的，毕竟人家也教他们怎么做菜了。在此期间，马路希尔就专心钻研魔法知识，于是最没用的人就变成了莱欧斯啊。